昨天下了大的雨，你肯定特别冷啊。你可拍死没有？哎呀，雪亮，咱不在这儿啊，咱不跟他们在一块儿。要带你走啊！要带你走。要带你走啊！燕儿，你回来了，啥情况啊？说昨天晚上来了土匪，把花生药铺给抢了个精光，临走的时候把带不走的东西全烧了。那韶华呢？韶华让土匪给弄走了，估计凶多吉少。轩轩呢？轩轩死了。我的孩子，我的韶华。哎呀，娘，你说他当时要是把钱都给了少忠，不就没这些事儿了吗？真是的，就便宜土匪了。你让我着火呀！快跑！少忠，少华，快跑！我的儿，我的儿啊！娘，少忠咋样了？我的儿啊！我刚才给他喝了一罐药，他的脑袋没有昨天晚上那么烫了，可是他嘴里边老说杀人了，杀人了，净说些胡话。我的儿啊，少忠，娘，恐怕他说的不是胡话吧？你说什么？二爷，3手棒毁画了。是，别怕啊！有娘在，娘陪着你啊！陈家大少奶奶
性情刚烈，被那三兽帮掳走的路上，他就跳了崖了。是从这里跳下去的吗？哦，好像就是这儿。娘，我会唱英文歌了。娘，你不要太辛苦。妈妈，我爱你，不许欺负我，娘！带着萱萱一起去法兰西吧，让她从小接触最先进的科学技术，感受更多元的文明，领略更开阔的世界。二爷，咱们该走了吧？对不起啊。哎，姐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上海找我表姐。我想去上海。我也去上海。这就是上海啊，真好。哎，姐，你要是没地方去的话，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沙场。沙场？杨树浦路的宝兴沙场，我表姐在那里做工，她说做得好的话，一个月能拿10多块呢；要是新手做得差点儿，也能拿个4、5块呢。可我要先去找我妹妹。那好啊，谢谢啊，再见。姐，你要是安顿好了，想着来找我。Can you speak English？ 点头， Yes，摇头。 No。那你是从哪里学会这首歌的
很久很久以前，一个朋友教的。那还真是巧了。我想全上海知道这首歌的英文版的，就只有我们2个人。偏偏你还不怎么懂英语。沈部长，我虽然不懂英语，但是我能写文章，我还可以2只手同时打算盘，可以做万数以内的心算。还有，我记忆力很好的，再大的数字，我看一眼我就能记准。另外，我其实曾经也做过生意的，所以和客人交流对答，我都是没有问题。沈部长，可不可以给我一个机会，破格录取我成为这里的店员？哦，你是来应聘的？对。我没有读过中学，所以就没有中学文凭。您这儿的人事部就不能让我报名？你是人事部部长，能不能破格你说了算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这次招聘条件是中学文化程度，如果你达不到的话，我们也不能给你报名啊。不打扰了。欢迎光临。Mommy, I love you. I love you too. Bye bye. Bye. Mommy, I love you. 我觉得没有文凭是一个原因，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不会打扮。哦，对了，我听很多人都说，好多店铺都在招人呢。可我还是想去永兴百货试试。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吧？那棵大树底薪可是30大洋。可人家不要你啊。我觉得如果我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形象，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不过前提呢，是我先得有一双洋鞋，还得有一个洋装，还有他们穿的那种丝光的线袜。如果再有一个包就更好。这些都包在我身上。我觉得我说这句话已经是在做梦了，你怎么也跟着我一起做梦了？哎，你知道这些东西多少钱吗？你擦1年的皮鞋都不够。哎姐，要不你教我写字算数吧，也不用多，能把应聘那关应付过去就行了。你要干什么？撇竖撇，那你行。真不错。小妍能干，轩轩能干，轩轩就是很棒。姐，姐，你是不是想起以前的伤心事了？姐，别哭了，以后我陪着你。
陈慧，你相信我，我不会让咱们俩永远都过这样的日子的。啊，姐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是说这事儿没有别人知道吗？怎么记者把什么事儿都给登出来了呀？我，哎呀，我这回去怎么和督军交代呀？田家，一定是田家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不明摆着吗？要不是那田大少受益，上海的报纸怎么能管这种破事儿？啊，那他们是一箭双雕啊！他们把我搞下去了，让那位姨太太的表兄上位，军需订单就全是他们家的了。行，既然他们不守规矩，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了。我已经将那份申报派人送回山西了。哦，严督军生平最恨的就是贪腐，你等着吧，不出3天，某人就得灰溜溜的收拾行李回家种地了。那兰主任，咱们之间的合同签，立刻就签。那就谢谢兰主任了。哎呀，我也得感谢你呢，竟然想出这么一招。什么招？不是你把他们私底下的交易捅给记者的吗？我还以为是你干的呢。不是你，怎么会是我呢？那会是谁呢？管他是谁呢，生意能做成不就行了吗？对，说得对啊。怎么了？你看看，夏元这王八蛋，哎，他给我来这招啊！这面粉你试试。确实啊，挺滋润的，水灵灵的是吧？你们陈记药铺的大少奶奶在吗？商副官，据说啊，这个北京的报纸跟这个田家杠上了，上海的报纸死盯这个首源药庄，两边呢争相揭露这个药庄的这个采购的黑幕。严督军知道之后大怒，下了命令，哪儿的药都行，就是不能用这个首源药庄和这个田氏药号的。这两家大药商啊，这次啊，可是栽了一个大跟头。哎呀，这还不算完啊！严督军把这个徐特使和兰主任啊全部撤职召回。哦，所有的采购项目给了那个商务官负责，而这个商务官呢又特别看重我们这个陈记药铺，所以呢就水到渠成了。可咱们这陈记药铺还名声在外啦。大帅，这商副官是何以知道我们陈记药铺啊？那都是韶华的功劳了。他还得店里头记记账、点点货，他能有什么功劳？要不你自己讲讲，这个单子你怎么拿下来的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是那个商副官啊，是一个实心办事儿的人，而咱的药材呢又质优价实，这订单交给咱们，他放心而已。哎呦，赵华，你这不声不响的，这立了大功了啊！来吧来吧，爹爹敬一杯。哎呀，怎么能你敬他呢？这不反过来了吗？怎么叫反？赵华给咱们这一下就挣了5000大洋，你说我该不该敬他？
5斤大洋。你看看你这样子，天哪，那能买多少肉啊？来，谢谢爹。哎呀，太好了。那爹，那公账上的200大洋，我算是还上了吧？还上了，都还上了啊！爹就是想这个200大洋记着，我知道，真聪明。老大家的，哎，你瘦了，你喜欢吃哪个你吃。对啊，嫂子你吃，谢谢你啊。哎呀，可惜呀，这次玉龙粉这合股的事情没有谈好，要不然，今天这不又可以多一桩大喜事了，是不是？爹，做生意嘛，那有得就有失。对，我原来呀是想借着呢寿元药庄这个事，让咱们陈记药铺呢再上一个台阶。现在看来呀，也不管什么事儿，还得靠自己慢慢来。没事的，爹，只要咱们全家人心齐，我相信陈记药铺一定一天比一天更强。我今儿个呢就放句话，您别看他寿元药庄现在高高在上的，但是咱陈记药铺早晚有一天能超过他们，成为这北京城里数1数2的大药号。哎呀，周华，你这话说得好，来碰一下，碰一下，来，碰一下，碰一下。哎呀，夏生，老板，这些呢是我准备带回日本的药材，还请夏老板帮忙采购一下。小村先生，咱们合作这么久，都非常愉快。放心，给你的药材绝对是质量最好的，而且价格是最优的。那真是非常感谢夏生。另外，我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不情之请，能不能送我几个中国的药方？小村先生又跟我提这件事情是吗？我跟你说了，我只卖药，不卖方。这些药方我愿意出高价。我跟你一样，钱对于我夏云来说不是问题，但是倒是有个法子。请讲。你把小村制药的秘方给我，我就给你我的方子。哎呀，夏生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那所以说嘛，既然这样，那夏生，我先告辞了。合作愉快，送小村先生回客栈。爹啊，咱们开个分店吧。一个药铺能做的生意最远不出5里地。你不仅1家2家，你最好就是10家100家。你不仅要在这个北京城里开，你甚至要开到全国各地去啊。大顺呐，知道开个分店得需要多少钱吗？你这回这个军需订单正好不这个挣的钱合适吗？刚刚有点盈余呀，这又开分店，这未免太急了吧？爹，我倒是觉得，的确是得趁热打铁，趁咱这玉龙粉正在势头上，咱赶紧把陈记药铺的名头打出去。就算将来玉龙粉卖不动了，可咱陈记的牌子早已名声在外了。昭华，现在咱们陈记药铺这都有点忙不过来了，再开个分店，你这不是捉襟见肘吗？这分店和老店看似是两处的生意，
但事儿上其实还是那些事儿，就是把一半的货呀放到另外一处去卖，等于办一件事儿，赚2份钱。啊？爹，我算过了，刨去这军需订单呀，咱陈记药铺1年的收益，也不过是3000大洋。但是开分店以后就不一样了，2家店1年总收益加起来，那能达到8000大洋。那么多钱，应该多买几亩田地更保险。反正我听说呢，夏元当年就算是借钱，也要在各个繁华要地开设分号，待分号连成一气，对买家那就是店大欺客，对卖家那就是客大欺店。就这么着，才有了守元药庄的今天。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你陈记药铺有了这个分店，有了名字，那客源就多了呀。你客源多，那货源就好谈了，那这个成本它就可以降下来。你成本降下来了，那挣的钱不就多了吗？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板，这件事情是我没办好，我认罚。罚倒是次要的，关键是这生意怎么丢的，自己心里有数了吗？清楚，轻敌了。只顾应酬徐特使，却没料到，这田大少的手段竟然如此下作。可最终这田大少也没有拿到这份订单呐。是啊，被一家小药铺捡了漏。小药铺？多小？陈记药铺。正是那家陈记药铺。这陈记药铺也是运气好。生意场上没有运气，只有实力。是。这些都是你指使人干的。是。大掌柜也是迫不得已呀。是他田大少指使上海的记者攻击我们在先，我是被迫反击的。那上海记者为什么会知道这么详细？田大少跟他们说的。那谁又跟田大少说的呢？这不太清楚了。你跟徐特使之间的往来，除了咱们自己人之外，还会有谁知道？也就只有八大胡同的几个人知道。八大胡同，当初羽绒粉就是从八大胡同搞出名头的。正是。老板，你是怀疑这件事情是陈记药铺干的？不值得怀疑吗？最终的受益者可是他们呀。既然你们都看好，那就开吧，啊！但是啊，咱们说好啊，这老店我来坐镇，分店嘛，就交给大顺还有你们2个来打理。谢谢爹。爹，分店交给我和大顺来打理没问题。但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和大顺要分店的5成股份。什么？我跟你爹还没死呢，你这要分家吗？娘，不是分家，是把家里的账目算清楚。你算清楚吧，你凭什么要股份呢？这些年来，别的不说，光玉绒粉这一项进项就占陈记药铺的1半收入，还有这军需订单也是我拿下来的，这才有开分店的本钱。所以我和大顺要5成的股份，并不过分。什么是股份？你爹给没给你20块大洋当奖励呀？大顺2顺都没有，你要什么股份呢？娘，柜上的伙计他傻干活不动脑子，
每个月还有薪水，年底还有分红，这一年下来还不止20个大洋吧？听见了吧？那嫌你给他给少了。爹，我可不是嫌这钱少啊，我就是想要一份看重。我愿意付出，也愿意为这家里挣钱，但这一切都该有个名目。你是陈家的媳妇儿，你要什么名目呢？有几个事儿要跟您汇报一下。小石头，什么事儿？二少爷来药铺好几回了。他去药铺做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就打听药铺眼下有多少资产，有多少现银，还有账本和客商的名单都在谁手上。你等我一下。好。收好这个，账本和客商名册都在这里面，除了我以外，别人谁要都别给。好，快走。好。宋平，宋平，嫂子，哎，你帮我照看一下轩轩，我出去一趟啊。你去哪儿？我去药铺，处理点事情。哦，大少奶奶，哎，二顺有事找您。哦，我去办点事儿，回来就去找他。他让您现在就过去。二少奶奶，您也一块过去。我？对。娘。三爷，三爷，三爷，人到齐了。到齐了？给谁到齐了？三爷，您可以说话了。仙魁跟大顺的后事也办得差不多了。这个老话怎么说来着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这家呢，不可一日无主。按照陈家祖制，接下来由二顺当家。二顺以后就当家。侄媳妇儿。侄媳妇儿。三爷我在这儿。仙魁家里的，刚才三爷说的话，您可同意？我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那以后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我不同意。你是大顺家的，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三爷，大顺虽然走了，但这个家，他还是有一半的。您既然说我是大顺家的，那我就代表大顺，也应该当这一半的家。一个女人家，当什么家呀？爹在的时候，陈家药铺老店我都能说上话，这分店也是由我来打理。您说我凭什么不能当家？大顺家的，这个家如果没有男人，那另说。可现在二顺还在呢，让他当家，那是天经地义。嫂子，我当了家以后啊，绝不会亏待你跟轩轩，这你放心。二顺都表态了，你还要怎么着？这二顺当家也行，但是爹在的时候，他是亲口答应分店是由我和大顺来打理，并且分我们一半的股份。现在大顺人不在了，那一半的股份也该交给我跟轩轩吧。所以分店打理，我觉得应该交给我。这还有这事儿？
你们吵吵啥呢？娘，爹定这事儿的时候，您也是在场的，您说说，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实话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怎么知道呢？您不知道？我说妇道人家，你说这个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也不懂。我不记得他们。娘，爹和大帅的头期可都还没过呢，您可不能这么昧着良心说话，他们会死不瞑目的。这怎么跟娘说话呢？